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这期视频分享豆腐脑的做法。豆腐脑有很多的做法，你像画面左边的这种就是济南的老豆腐脑，基本上都是以各种的调味料为主。毕竟是从小吃到大嘛，所以说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这样的豆腐脑。画面右边这种是卤子的做法，卤子的做法可能会有很多，这种卤子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好吃的一种。很多南方的伙伴喜欢吃甜口的，因为我也没有吃过南方的正宗的甜豆腐脑，所以这里就没有分享。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就来开始分享制作。制作之前先看一下材料：150克的黄豆，这个黄豆是那种小粒的黄豆，这种黄豆出浆率比较高一些。黄豆需要加入清水，提前浸泡6个小时。如果在家里来做，可以把泡上的黄豆放在冰箱里，第二天来制作，不耽误时间。如果是卤子的做法，需要提前准备10克的干的黄花菜，10克的干的香菇，5克干的木耳，提前也用清水浸泡上。浸泡好的黄豆在做之前多洗几遍，淘干净。接下来肯定就是来磨豆浆了。准备一台料理机或者是破壁机，把黄豆全部添加进去。150克的黄豆大概用水量是1500克。为了让豆浆更浓稠一些，这里减少一点水量，用1400克。水先加入一大半，大概有6-7成，然后启动机器。一般来说磨这个豆浆大概是半分钟到1分钟，和这个机器的功率是有关系的。豆浆多磨一会儿也没有关系，不影响。豆浆磨好之后取来一个小盆子，准备一张笼布，稍微大一点，最好是这种2层的笼布，戴上一副手套挤豆浆，把豆浆渣过滤出来。双层的这个笼布挤起来比较费劲，但是做出来的豆浆比较细腻一些。挤出来的豆渣还可以再磨一次豆浆，把刚才剩余的水添加进去，步骤都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做镜头的展示了。挤好的豆浆倒在锅里，把豆浆煮熟。熬制豆浆火不能太大，火太大豆浆就会溢出来，用中小火慢慢的熬制。熬制豆浆的时候表面会有一层白沫，但是随着豆浆慢慢的煮熟，这层白沫也将会消失。一般是豆浆熬开了之后转小火，再熬制5分钟就差不多。接着就是制作豆腐脑的重点来了，这个小碗里面是3克的葡萄糖酸内酯，3克的葡萄糖酸大概用30克的纯净水给它融化。制作豆制品之前都是用卤水去点，时间到了我爸年轻的时候大概是70-80年代，那个时候都是用石膏去点豆腐。现在讲究健康饮食嘛，所以就用内酯去做。大家应该都听过内酯豆腐，就是用葡萄糖酸内酯去制作的，制作起来比较方便，而且还干净。卤水的主要含量是氯化镁，石膏是硫酸钙。葡萄糖内酯和它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让蛋白质凝结成一个块凝胶状。现在用内酯去做豆腐脑做出来会比较细腻一些。调制好的这个内酯葡萄糖酸先倒入到一个容器当中，这个豆浆熬好之后它的表面会有一层豆油皮儿，把这个油皮儿先给它挑出来，然后豆浆趁热一块也倒进去。豆浆的温度不能太凉，至少要保证在90度以上，也就是说豆浆熬开之后尽快的做成豆腐脑。加入了豆浆之后盖上盖子等待成型。接着分享2种吃法，第一种是卤子的做法，把刚才准备好的黄花菜木耳香菇给它切碎。这一步很简单，我们一带而过，然后起锅把这个材料先倒进去。接着调料就比较多了，首先盐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少许的鸡精可添加可不添加。接着加入1勺的蚝油，加入3勺的生抽，加入适量的清水，视频中大概加入了有1200克。然后开火，用大火把材料煮开。开锅之后可以夹一块香菇尝一尝熟没熟，熟了之后就用1大勺水淀粉收汁，盖上锅盖，待锅里的水再次沸腾之后，就打散一个鸡蛋加入进去。打散的这个鸡蛋慢慢的淋下去，一个鸡蛋就能淋出很多的蛋花来。最后加入1勺的香油，这个卤子就做好了。豆腐脑成型之后就给它盛出来，以我们普通家里吃米饭的碗大概能出4到5碗。调制的这份卤子的料大概能出10碗的量。在实际操作当中如果还想着再往下去减量的话，那就不太好操作了，食材的分量实在是太少了。那接着用各种的调味料来调制一碗济南这边的豆腐脑。
大概是这种特别小的勺子，2勺的生抽，1勺的蒜泥儿，1勺的韭花酱，1至2勺的芝麻或者是花生酱，1勺的辣椒油，然后撒上少许的香菜。放卤子的这一碗可以撒上少许的小香葱，然后再撒上卤子。那这样来做的话，豆腐脑就完成了，完全是可以在家里做一碗特别好吃的豆腐脑，配上之前发布的油条的做法或者是油饼的做法，都非常的棒。那到这里啊，今天的这期视频也就分享完了。如果大家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